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重庆妹儿田曦薇演傻白甜就能出圈，她这张人畜无害的脸太有迷惑性。同一张脸，有人说是甜妹天花板，有人吐槽又一个流水线古欧脸，说的都是田曦薇这个对着镜头吃一口烤肉都能上热搜的重庆妹儿，真有这么神？我最早注意她，还是在《青青日常》里刷到一个剪辑，小姑娘捧着碗吃的眼睛发光，嘴巴鼓鼓的。那会儿我还真以为是哪个美食博主客串，而不是正经女主角。说到底，她这张脸太有迷惑性了，圆眼睛、梨窝、小虎牙，一套标配下来，很多人潜意识就觉得这不就是那种傻白甜的路线吗？演个小甜剧，谈个小恋爱就够了。而偏偏就是这张看着人畜无害的脸，让他在一堆同质化古欧里杀出一条路。资料翻了一圈，他1997年生在重庆，标准火锅城市出品，难怪一说到吃整个人都发光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正儿八经科班，身高将近1.69米，体重才46公斤。属于那种现实里你路过会忍不住多看一眼的精致型。有意思的是，她不是那种一出道就自带天选女主 buff 的。2018年拍在悠长的时光里等你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个姑娘，而就是这段小透明时期，把她后来那种镜头感和松弛感慢慢磨出来了。真正小范围被观众记住，是2020年那部校园剧《如此可爱的我们》。黄橙子这个角色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，就是要演出一种隔壁班女生的真实感。她那种没架子的笑，说话时眼睛一亮一亮的状态，和很多用力过猛的甜妹完全不一样。我刷弹幕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典型的评论，说田曦薇不像在演，像真的是学校里坐最后一排，下课冲去小卖部抢辣条的那个女生。这种评价对一个新人来说很宝贵，因为说明观众已经把你当真人，而不是一个电视剧脸模具。真正改变他命运轨迹的是2022年的《青青日常》。客观说，那年古装剧简直挤爆了，各种大女主、大 IP 一茬接一茬，你要不靠角色抓人，真就容易被刷过去。而他演的李薇，开局就靠吃冲上话题榜，靠的不是造作，而是那种你一看就懂的真香。很多人只记得她在剧里是个吃货甜妹，其实这个角色有点门道。李薇不哭不闹，脑子很清醒，该争的时候一点不含糊。她一边笑眯眯，一边在男主身边悄悄拿捏节奏。这种人物性格如果演得浮夸一点，就很容易被骂绿茶。而她演出来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，但心眼不坏的小女孩。我又去看了一些幕后花絮，她在现场其实挺较真的。导演说戏，她会一边点头一边自己试着改台词语气，把李薇那种表面没心没肺，底下偷偷观察别人的小心思放进去。这种判断力对一个95后来说不算常见。而有趣的地方来了，你按理说她尝得这么甜，资源一爆，团队随便给她排个路线，走死甜风，天天公主裙，粉色滤镜，疯狂拍偶像剧就完了。而她偏没这么干。你看她后面接的花轿喜事是古装轻喜搞笑甜羹记，跑去演种田轻喜剧。还有网传在筹备的大凤打更人，类型都不完全一样。有人吐槽她老是演喜剧里的甜妹，但我倒觉得这就是她现在的性价比最高路线。你想啊，这一届观众嘴又毒眼又尖，甜妹人设崩得有多快，前车之鉴不少。而她的做法是把甜当底色，而不是唯一标签。私底下性格也是挺鲜活的。节目里她扛不住辣却嘴硬要吃，吃完眼眶都红了还撑着说还行，那一瞬间我笑出声。
太像身边那些爱做又嘴倔的朋友。而片场休息时，他也不太端着，穿着戏服蹦蹦跳跳，面对路透镜头也不装高冷。这种状态在娱乐圈里其实挺难得。网上有段时间会嘀咕他有点作，太爱自拍，我就纳闷了，现在这个年代，一个20多岁的姑娘在镜头前自恋一点很正常吗？他微博和小号里发的照片，各种角度尝试，性感风、御姐风，又或者那种有点辣的造型，他自己玩得挺开心。而正经路人路透里，他又是乖乖的大眼萌妹，这个落差本身就挺有趣。说回他的外形优势，他的眼睛是那种圆而不凸、清而不空的类型，不笑的时候会有点小攻击力，笑起来又瞬间变成奶狗感，这就很适合做镜头焦点。再加上头小脸小，肩窄锁骨漂亮，站在古装戏的镜头里，哪怕不是最复杂的造型，也很抢眼。我看过他几个造型分析的帖子，很多造型师都夸他镜头友好，侧脸线条利落，鼻梁不夸张，五官集中，近镜不会显得散。这种镜头优势，在古偶这种全靠脸吃饭的类型里就是硬件，没啥好谦虚的。而他自己也有点懂怎么用脸。拍花轿喜事的时候，有一场是被误会，又不敢多辩解的戏，他把眼神往下一收，嘴角有一点点憋笑又憋哭的弧度，那种我有委屈但我又好像还行的状态，挺像现实里很多性格软又要撑着的女孩子。有人会问，他现在这么红，算不算顶流？说句实在话，还谈不上。他属于那种热度稳定，作品不断，路人缘不错，但还没到一呼百应的大爆级别。但这反而让他现阶段挺安全，不用承受那种稍微演坏一步就全网审判的压力。他现在最大的争议点，其实就是角色有没有突破。有人觉得他老在甜妹、古装、轻喜剧这个框里打转，我倒觉得这就是职业规划问题。女演员20几岁这几年，能把甜戏大眼萌这条赛道先吃干抹净，不是什么坏事。而且轻喜剧这个路子，如果演顺了，就是他的舒适区和基本盘。想走出来，也不是非要硬上正剧、苦情戏那条路，反而是可以在同类型里慢慢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比如甜妹也可以有黑化瞬间，也可以有理智冷静的一面，这种细微变化，观众是能感受到的。从他这几年的选择看，他和团队应该是想要把轻喜古装做成招牌，再慢慢往外延伸。像田耕记这种带一点生活流、带一点事业线的故事，就已经在往甜而不腻、笑里带点成长的方向靠，这对他后面的戏路挺关键。我倒挺欣赏他一点，他没急着去综艺里无处不在刷脸。现在很多艺人一火就疯狂录综艺，结果作品没几部，综艺名场面一堆，观众看久了也会腻。他目前参与的一些综艺或活动，更多是配合宣传和品牌，不是那种天天上热搜的综艺咖路线。说到底，田曦薇身上有一种挺难得的分寸感，他知道自己长什么样，适合什么戏，也知道观众喜欢看他哪一面，但又不完全被这几件事拴死。他敢在红的时候尝试一点性感，敢在甜妹时期拍些更有张力的写真。这种小小的出格，对于建立一个更立体的人来说挺有用。而观众这边呢，其实也别太上头，期待他一夜之间变演技天花板。说实在点，他演技就现在来说是舒服、自然，有记忆点，但离封神也有距离。问题是，20多岁的演员有耐心把自然演好，就已经比一堆只顾着放大表情、博眼球的强太多。他现在的状态像什么？像一个刚刚找到游戏打法的玩家，还在练熟自己那套操作。甜系大眼萌妹，
是他现在最顺手的武器。而活力、搞怪、敢玩又敢改造自己，是他藏着的底牌。等哪天他在一个看起来还是甜妹的小角色里，突然交出一场戳心的重戏，那时候大概就轮到全网重新给他下定义了。到那会儿，甜妹这2个字反而会变成他最轻的一块标签。